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因为对不起，我真的太懒了，我真的太懒了。但是每一次想起我的频道还有观众们在等我更新，我就觉得很愧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太懒了，好吧。其实我真的有想到很多话题跟大家讲的，但是每一次到说想录视频了，好麻烦，算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大脑一直都是混混沌沌的，就都非常的没有效率，非常的不 productive， 你们知道吗？就是脑雾，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脑雾这个词？好像新冠之后，脑袋一直就是混混沌沌、昏昏沉沉，干什么都打不起劲儿，就一直持续了很久。我还有一些心理的健康的问题嘛，结合在一起，感觉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动，就感觉像抑郁那种表现。但是我不是，感觉什么都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做那种感觉。但是我吃了一个，偶然发现一个补剂之后，我发现我能动起来耶，什么补剂就不说了，费事。等一下 YouTube 它要屏蔽我，说我打广告什么的。反正吃了一个补剂之后，就感觉我活了这样子，好吧？我真的想到很多话题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上一期不是跟大家说我去了西双版纳，就只说了1/3我的经历吗？其实，在西双版纳之前，我还想到了2个话题，但是我现在只记起来一个，那就说这一个好不好？我去西双版纳之前，我有跟我家里人说我要去玩了。我的妈妈她问你和谁去，我说我自己去，她就一脸很惊讶、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自己一个人去，神经病。我那时候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就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一个人去旅游会被要被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还有我一个人去看电影，我一个人去吃饭，我一个人去按摩，就很多都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在别人的眼中看来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的事情的时候，人家会用很奇怪的语气和很奇怪的眼光去质疑你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社会现象，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必须要成群结队，必须要至少2个人起去做一个活动，甚至是男生也会这么有这种疑惑，你们知道吗？我出去旅游，我一个人出去旅游，反而是女生更多的跟我志同道合的，也是独自 solo trip 一个人去旅游的占比是更多的，反而是男生对我这种一个人旅游的质疑，是男性占的比例会更大。我听到的质疑声里面，一个人来旅游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是男生发出这种疑惑的会更多。我就觉得非常神奇，为什么男生那不是应该更加去理解这种独立行动、独自去行动的这种心理和这种原因吗？为什么反而是男性更加的发出质疑声？那我想问一下我的观众朋友们，就你们看来，我是站在你们的角度，你看见一个女性，她自己一个人，就不单只是说去旅游，说不定我独自一个人去吃饭，我独自一个人看见一个女性，她独自一个人去看电影之类的种种的这些行为，你们会有什么感想？会有什么想法吗？会发出疑惑吗？会发出不理解的声音吗？我会觉得，我看见这样的女性，我会觉得她非常的有探索欲，非常的勇敢，非常的独立。我个人是非常敬佩这样子的女性的。对，那我很好奇，我的观众朋友们，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你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独自的行动，独自的出游，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呢？我非常好奇，我感觉因为我对你们分享的每一个话题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话题，我非常的想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嘛，我非常想知道大家会对这种现象会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也很开心，我有一个愿意跟我分享你们想法的这群观众朋友们，非常的幸运，非常幸福，能够让我汲取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让我了解到不同地方的人民，不同地方的大家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对，这是一点。我觉得大家对于独立的这个词好像理解的不是十分透彻。我不知道，可能外国朋友们你们的独立的这种行动会非常多，但是在中国，我发现你自己独立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受到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你好像必须要有一个人去陪伴你去做这件事情一样。当然有志同道合的人去陪伴你是一件非常幸运和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想说，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又万一说你的伴侣或者你的所有的朋友都没有时间去和你一起去做某件事情，那你怎么办？你就不过了吗？你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吗？你就发呆吗？自己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干吗？必须要等一个人有空去和你一起做这件事情，你才能够行动起来吗？I don't get it 都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 I don't get it 就是你想做一件事情你就去做，就是不必要去等待某一个合适的时机，不必要去等待某一个人去和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你也可以自己去独立完成这件事情的。你知道当时我是什么机缘巧合下开启了自己的 solo trip 吗？就是当时我实在是憋疯了，我憋太久了，我一直待在家里，我没有出去玩，朋友们又没有空，我真的是憋疯了。我那时候就受不了了，我就下定决心要自己去玩，但是说太远的可能会多多少少会有点担心什么的，我就选择了一个好像非常中规中矩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去飞。我第一次 solo trip 选择的地方是贵州贵阳。对，你会发现其实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你脑海里面的一个恐惧，你脑海里面的恶魔一直在你耳边低语说这样子很危险，这样子很可怕啊什么的，就可能只是你一个灾难化思维一直在不停的预设恐怖的事情。但是其实你踏出了这一步，你会发现其实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很安全，你可以独立解决任何的事情。其实世界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未知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不可预测，那么的让人恐惧。其实所有事情你都可以掌控的，就是可能我是一个顶级的 P 人，我不是 J 人，什么 MBTI 人格测试 J 人很条理的，很有逻辑的，就必须要按照步骤自己计划，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实施每一个东西。我是一个绝对顶级的 P 人，我是那种订了机票订了酒店我就什么东西都不管，去到那个地方再说的人。当然如果是需要提前预定的那种除外，比如我说的需要去西双版纳那里需要提前预定写真，不然那个日子就完全预定满的那种。比如说我要去徒步，那这种需要预定的除外，反正这些除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去到再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很强大，你真的很强大，你遇到的所有事情你其实都可以去解决。比如吃饭的问题，想吃好的也行，想吃随便点也行，是吧？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我可能前一天晚上我想去这个地方，第二天睡醒了我又改变主意了，我想换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都是很随机的一些事情。又比如说你要租车，你要砍价什么的，你会发现我 solo trip 独自去旅游反而是能够锻炼你很多东西，真真切切的是能够让你成长，让你去体会这个社会，就是锻炼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活的一个能力的。我觉得可能你看我好像一个菟丝花在家里的小公主，好像什么东西都需要别人去解决，那当然有人在我身边，我就所有事情都是让别人去帮我解决。但是你要说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真正的去生活，我能够
真的很独立的去完成所有事情，也跟很独立的去解决所有事情。就比如在西双版纳的最后一天，我肚子痛到要去急诊，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说要去依赖任何人，说我要打给我家里人，我要打给谁谁谁，或者说要告诉谁谁谁，没有，我很单纯的说我自己一个人去急诊 ，That's all, that's it， 也没有说我觉得自己很可怜什么的。对，这是一点。我发现那些对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任何事情的那些人，他们都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点，觉得你很可怜，就觉得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惨，没有人陪。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奇怪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没有人陪会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我真的我不会怎么解释。我觉得你有人一起出游，有人在陪伴你的一个路上，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你一个人自己去出游，那是另外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可以自己去决定去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很随机的按照你自己的心情去做任何事情。I mean everything。我今天想去吃，因为我是个好奇心非常旺盛，探索欲也非常强盛的人，那我会去尝试一些别人不敢去尝试的东西。当然安全要紧，各位，安全要紧，安全第一。比如说牛撒撇，对，叫牛撒撇。牛撒撇给大家科普一下，牛撒撇，牛吃进胃里面的那些还没有消化的东西，那一坨东西取出来，就会把汁就捏成一团汁这样子挤出来，就会一般有牛撒撇火锅。我试了的那个是牛撒撇米线，真的是很奇特的味道。我想尝试这个东西，那一般人90%的人他是不愿意去尝试的。那万一这个陪伴我的人他就不愿意去尝试，那怎么办？我还要迁就他。这个就是你独自一个人去旅游和有人陪伴一起去旅游最大的不同，就是你需要去迁就另外一个人，你需要和另外一个人去商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你不能够真的很随心所欲的，你们知道吗？万一那个人跟你的所有东西都非常不一样，三观、饮食、娱乐方式、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我跟你们讲，旅游搭子真的很重要。反正我跟那么多个朋友一起去旅游，就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非常的合我心意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100%和我的旅游的取向契合的。所以我和别人一起旅游的时候，我不能说100%的尽兴，只能这么说。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玩的时候，我真的玩得很尽兴，玩得好累，我回来睡了1个星期的那种累。就是大家会觉得我很疯。我在西双版纳，我会跟着刚认识的人一起去穷乡僻壤，去一些小村庄，去边界的地方去玩。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可怕，说万一那个人是人贩子，他把我拐跑了，万一他在我饭菜里面下迷魂药，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担心。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这么做了，因为我看人是很准的，反正我看着那个人，我就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有些玄学方面的经验天赋。我之前是占卜玩塔罗的，我也有以塔罗为副业这种，但现在不做了。反正我之前是玩塔罗的，我能很敏锐的感知到一个人身上他的气场能量是好的还是坏的，反正是对我是好还是坏的，反正我没有想那么多。又正如我之前在香格里拉那视频里面说的，我觉得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我真的觉得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我觉得人类他真的是，我天然对陌生人是带有好意的，我不会一上来就说对一个人抱有恶意。就当然了，你一开始就展现出一些很
奇怪的氛围，对我说些很奇怪的话，我当然这种人就会敬而远之。但是我就很敏锐的能够察觉到好与不好，反正我遇到的99%的人都是好人。比如我去急诊，素不相识的所有人，他见到我很痛苦的捂着肚子在那里缓慢行走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很关切的跟我说，妹子，我帮你去叫医生什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些他就说你坐这里，我给位置给你坐。还有一些我打针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他就帮我把凳子搬过来。我说谢谢，他说不用，这个凳子有点重什么，我就真的很感动，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人类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生物。虽然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我真的打心底的去认为人他是一个很纯真、很善良的一个物种。对，说远了，刚才说什么来着？对，有人会觉得说一个人去旅游是一件很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不同的一个方式而已，你对待生活的一个不同的方式。你有人去陪伴去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有陪伴的情况下就是两个人一起开心。但是你一个人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自己一个人去做任何决定，自己一个人去解决任何事情，自己一个人去享受这片天地，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的。当然了其实玩了这么多地方，一个人走遍了这么多地方，我最后得出来的就可能会和很多人的感悟是一样的。就比如那些数字游民，那些环游世界的人，他们流浪了很多地方之后，他们最终都会选择一个地方去 settle down， 去稳定下来。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流浪很多地方之后，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哪里都差不多，只不过风土人情的不一样，身边的人的不一样。有时候当然自己一个人去玩是一件很好的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你会感觉到一种孤独，这是 absolutely for sure 的事情。真的，这个100%是无论是多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人都好，我100%的肯定，他多多少少在某些时刻他会感觉到某种程度上的孤独。我走了，我流浪了这么多地方，最终我会发现，其实我最终的目标，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的梦想，我一直都在想着说我想要去环游世界，我想要去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文，不同的风景，去认识不同的朋友，去看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这样子我做到了。我真的认识了全球地方很多不同的人，他们真的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文风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想法。就走遍了这么多的地方之后，我最后发现，其实你流浪过所有地方，其实大差不差，给你最后的感觉就是差不多。那我是今年还是去年底我才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流浪到最后，你会发现有趣的不是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和你相爱的人陪伴着你在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旅游，我没有很渴望的去出游。我觉得现在旅游的意义对我来说 more of like 我想要和一个和我相爱的人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我想要去享受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光，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去探索这个未知的天地。对，我现在我的一个目标反而更加是和这个人在一起，是吧？这种也算是某一种的 settle down，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流浪，你旅游过很多地方之后，你会对你最初的那个目标发生些许的偏移。你可能觉得其实对，反正又是重复。其实你流浪了这么多地方，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人。但是我说的身边的人不是朋友，是你的伴侣，是和你相爱的这个人，和你有很深的连接的这个人，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和这个人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和这个人加强了和这个人的链接，这样子我很享受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
反而能更加给我带来幸福。对，就这样扯，不知道为什么要扯到这个地方来了。不知道我喜欢那个人会不会看到，希望他有一天会看到。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